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洗毛巾，你还在用肥皂吗？教你一招，不管多脏多旧的毛巾，立马焕然如新。我们都知道家里面的毛巾啊，用久了之后都是又脏又旧又滑，闻起来也特别的难闻。尤其是我们的洗脸、洗澡毛巾，如果用久了的话，我们不清洗，那么上面就会有许多的细菌。经常用这样的毛巾，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像我手上现在的这条毛巾呢，非常的脏，上面有许多的污渍，就算用肥皂都特别的难以清洗。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就算我们反复清洗、搓洗干净了之后，上面依然会沾留这样的污渍，只是呢，看起来好像不那么明显了。但是完全清洗干净是不可能的。今天来教大家一个有效清洗毛巾的方式，不管任何毛巾用了多久、有多脏、污渍有多重，那么都可以轻松的清洗掉，并且呢都不用手去揉搓，只需要泡一泡，上面的污渍就自动脱落下来了，并且洗出来洁净如新。下面就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具体的操作吧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先把脏脏的毛巾放到盆子里面，用清水将它打湿。常规性的搓一搓，大概搓2到3次。先将毛巾进行一个初步的清洁，方式也非常的简单，就像我们平时搓洗毛巾一样，轻轻的搓一搓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刚搓过一次，这个水就非常的脏，把这个脏水倒掉，再搓上1到2次。家里有热水的，尽量用热水来搓洗。搓好之后，我们把毛巾上面的水分拧干，一定要拧得干干的，直到毛巾上面不出现任何水滴的时候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拧干的毛巾放回到盆子里面。现在准备1包家里面用的食盐，在手上多倒一点盐出来。食盐具有很好的消毒杀菌的作用，平时我们经常用来清洗蔬菜和水果。其实我们在清洗毛巾的时候，也可以加上一些，将食盐均匀的撒在毛巾的每一个地方。接着再准备1包家里面的这种食用小苏打。食用小苏打，它也具有很好的清洁作用。生活中，我们也经常用它来清洗瓜果蔬菜，并且效果也非常的好。用来清洁家里面的家电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也在毛巾上面均匀的撒上一些食用小苏打，然后再准备1瓶白醋。白醋除了可以用来烹饪，当做佐料来用之外，它还具有很强的清洁能力和软化作用。倒入适量的白醋在毛巾上面，量不需要太多，只需要把整个毛巾充分的润湿就可以。当白醋浇在小苏打上面，就会立刻发生反应，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泡沫。然后再准备1瓶花露水，什么样的花露水都可以，往上面倒上适量的花露水。花露水具有很好的去螨除的作用，并且可以增加香味。因为花露水我们都知道，它有特别浓郁的一种香味。在以前旧社会，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花露水来代替香水，喷洒在身上非常的香。然后我们再将毛巾轻轻的这样揉搓揉搓，像刚才洗毛巾的方式，让我们加上去的这些材料充分的混合，并且融入到毛巾里面。当这些材料在一个比较干燥的毛巾上面，那么发挥的作用比加了水之后作用要强大得多。这样轻轻的揉搓大约2分钟的时间，然后再将毛巾放在盆子里面，
让它静置10到15分钟。毛巾上面经常不洗就会出现油脂，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脸上会出现油脂。那么当我们在用毛巾擦脸的时候，这些脸上的油脂就会沾到毛巾上面。那么一段时间之后没有清洗，它就会在毛巾上面附着着厚厚的一层，并且长时间不清洗，就会导致毛巾上面油腻腻的，自然就会出现我们视频开头给大家说的那种情况。而且像那样的毛巾，我们用久了之后，有可能脸上或者是身上会感觉不适，甚至是长一些痘痘之类的，或者是皮肤发痒。因此我们一定要清洗干净。毛巾浸泡好之后，我们现在把它放到水下面，反复的清洗几次，大概清洗3到4次，毛巾就能彻底洗干净了。这是洗过第1次的水，可以看到非常的脏，非常的浑浊，里面还有一些油脂一样的东西。接着再换清水多清洗几次。清洁毛巾的时候，我们尽量用热水来进行清洗，可以把上面的脏东西洗得更加彻底，让毛巾洗得更加干净。直到盆子里面清洗毛巾的水变得比较清澈透亮的时候，这就说明毛巾已经完全清洗干净了。那么现在将毛巾提起来，拧干上面的水分，上面的水分完全挤干之后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毛巾打开一下，可以看到现在这张毛巾变得非常的蓬松，并且毛巾之前上面的那些污渍完全没有了，非常的干净，闻起来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。不过大家在晾晒的时候，最好不要放到卫生间里面，因为卫生间里面的空气不流通，很容易滋生其他的细菌的。我们最好是拿到阳台外面去晾晒，这样呢可以让它干得比较快，使用的时候再拿进去就可以了。使用这样的方法清洁过后，使用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这种方法可以适用于清洗毛巾、清洗抹布。其实我们家里的毛巾跟抹布是非常容易沾染细菌跟污垢的，这里特别建议大家1-2个星期也要这样子清洗一遍，也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哦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，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